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石口袋，我是鱼干。今天我们要来吃蛋。大家知道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蛋。那蛋呢，其实有分超级多种。然后呢，我就大概查了一下，发现有一家牧场，它出了超多种蛋的，它就是大武山牧场。这个大武山牧场呢，人就非常的好，就是我跟他说，我想吃看你们每一种蛋哎，于是他们就寄给了我6种不同的蛋，我直接傻眼，为什么一个牧场里面要有6种不同的蛋？总之呢，我来分别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6种蛋分别是什么蛋。先说我没有收钱，我就有收蛋，所以呢，如果我吃不出差异，我也会很老实的告诉大家。来吧，那鸡蛋呢，之所以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，主要就是因为它饲养的方式、他们吃的东西、他们的环境不一样的条件下，他们生出来的蛋呢，就会有分很多种不一样的。那今天这6种呢，就来为大家吃吃看到底是差在哪里。首先是我们的月里冷藏鲜蛋。对，这不得了了，只有这一盒是6颗的。这个最厉害的原因是什么？我来为大家看一下。这个鸡从每天早上7点到傍晚都会聆听莫扎特的音乐。我只知道孕妇有胎教可能会让小朋友听，没想到母鸡也会，因为会有最放松的心情，所以可以孕育出最好的蛋。所以呢，它就叫做月里冷藏鲜蛋。再来第2个是大武山牧场履历蛋，它是透过德国 Tentamus 检验合格，通过动物用药306项检验。这个就是每一颗蛋上面都有标写它的来历。下一位初卵蛋。初卵蛋是新生母鸡出产12周内的新鲜鸡蛋，坊间称它为聪明蛋，因为觉得吃了会变聪明，而且与一般的鸡蛋相比，营养价值相对来说会更高，特别适合孕妇、产妇、儿童。蛋中极品，它那边还写蛋中极品。再下一位是我们的 UP 机能蛋，有没有开始觉得一个蛋厂搞成这样就太厉害了？叶黄素含量第1名的食物是菠菜，但它的生物可利用率比较低。而蛋黄里不但含有丰富的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锌，且生物可利用率是蔬菜的3到4倍之多。平常可以每天吃1颗鸡蛋，而且一定要吃蛋黄，同时搭配绿色蔬菜跟黄色水果，就可以达到保养眼睛的功效。再来是我们的香槟蓉鸡蛋，上面还有谢祖武呢，不对，是谢振武。香槟蓉鸡蛋有着蛋界的爱马仕美称，让鸡蛋吃巴西蘑菇萃取液，就跟人在吃的一样，让鸡可以增加抵抗力，更加有活力。因此生出来的鸡蛋非常顶级，共分为2款，一款是香槟蓉鲜蛋，每一颗都超过60公克，很有饱足感。台湾的奥运选手也在吃这个蛋。香槟蓉出好蛋呢，也是出产母鸡0到12周所生的蛋，个头比较小，吃起来却充满了弹性，受到许多米其林主厨的青睐。Oh my god！ 其实我之前就有听说香槟蓉鸡蛋的故事，它是台湾目前卖的最贵的鸡蛋，但是因为后来他们有跟大武山牧场合作，他们原本是这个乐活生技，所以就推出了这种比较平民可以吃的价格，不然它本来1颗是要高达50块的。天啊，1颗50块！我早餐铁板面50块加颗鸡蛋，我就要付100块了耶。那介绍完这些蛋呢，我们来帮它排个顺序好了。我有盘子了，我去买了。我们现在就可以大概看一下每颗蛋的大小。其实这个我不会去细称或是细量说它的蛋的大小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1盒蛋里面多少都会有大小或是重量之差，不可能每一只母鸡生出来的蛋都一样大。我这样排又更清楚了一点。初卵真的是特小，第1大的就是听音乐的蛋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香槟蓉，果然是1颗就有饱足感的蛋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履历蛋，再来是机能蛋，再来就是初卵跟初卵，这2个都超小。我没有想到听音乐的竟然会最大。那首先我想要跟大家讲，要怎么判断这个蛋新不新鲜呢？是不是好蛋？那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蛋的表面。就是它的表面要是非常凹凸不平的，这样子就表示它是新鲜的蛋。然后再来呢，要知道蛋新不新鲜，其实最简单就是拿1杯水，然后只要蛋呢放进去，如果蛋呢是沉到水底的，就表示它就是新鲜的。那到中间，可能中间这个位置呢，还算是可以吃，但是它已经不是很好的鸡蛋了。那如果它真的是完全浮起的那个蛋，就不能吃了，不要丢掉了，就是个坏蛋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我们要摇一摇。
如果这样摇一摇，没有什么明显的晃动感，好蛋。综合以上3点，你就可以知道你买到的蛋是不是新鲜的，是不是好的。OK， 下一步我们要来全部打开。大家在打蛋的时候会很强迫症，想要把里面每一滴蛋都给它炸出来吗？这个壳很硬哦。现在这个状态要我挑完，真的是看不出来差在哪里。其实每一颗蛋的蛋黄都很漂亮，它的蛋黄都是漂亮的挺在那里，颜色都偏橘。要说没有那么橘的粗软的，好像都比较黄一点。虽然今天他们给我的蛋全部都是白壳的蛋，就你要跟我说这是红壳蛋打出来的蛋黄，我也相信。但是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大家知道蛋清是有分裹在一起的蛋清跟旁边比较稀的蛋清。香槟蓉的这个蛋清超级凝聚的，其他的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你可以看出，就是稀的蛋清跟浓的蛋清大概分界在哪里。但是你看这个整个就是一个果冻状了。好，我们来刺这个鸡蛋。首先我们就来刺我们履历蛋，这样刺下去，这样算很挺立吧？然后他说轻轻触碰会回弹。哦。有浓郁的感觉哦，我们就这样放着，看它可以挺多久。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第2颗听音乐的蛋，都超挺的啦，这样就表示它的蛋黄非常的浓郁。再来是我们的初好蛋，其实每个都很的带了，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浓郁哦，其实也还好。刚刚是一个失误吗？下一位是我们的机能蛋，好好玩哦！它是不是自己在倒？下一个是我们的香槟蓉，这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。刚刚那个自己会缓缓倒下去的，你这样往旁边拨，它就会有点停在原本的地方。但是像这种，哇，短腰的，好，来最后一个，你讲。刺1根没什么，我们来刺个5根好了，每一颗蛋刺5根，我们来看它有办法挺几个。好荒唐，我在干嘛？好，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它这个蛋黄的结实程度。我们可以感受到，我们的初好蛋呢，跟我们的机能蛋啊是没有那么坚固、那么挺立的。尤其是这个机能蛋，就是如果它插下去呢，它是这样很挺立的状态，就表示这个蛋黄非常浓稠、非常紧实，是一个新鲜的好蛋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呢，可能也跟每个人吃蛋的那个习惯不一样。好像有些人就是喜欢吃很浓郁、味道很浓稠的那种蛋黄，有些人就喜欢吃比较稀。我觉得这好像跟新鲜度没有完全的正比的关系。但说到这个，你们知道日本有专业的品蛋师吗？品蛋师不是单纯的就它的外观跟味道去评断一颗蛋的好坏，而是需要针对这个蛋的来源、鸡只饲养的方式有全面的了解，才能分析一颗蛋的好跟坏。我也好想要成为品蛋师之类的，但是我可能每天就游走在死亡的边缘。OK， 那既然我都把蛋搓成这样了，我们现在去料理一下这些蛋吧。Go go！我们终于把我们的1到6号选手全部煎完了，当然它会有一点点熟成上的小差异，但是我尽量维持每一个都是在一样的熟度。这个应该没办法盲测吧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差异在哪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从1号吃到6号看看。我们先从香气开始好了。第2个明显比较香好吧，每个其实都蛮香的，什么意思？直接进入试吃环节，我完蛋了，我这一集都还在冲它小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试，但我每个应该只能吃1口，一天还是不要摄取过量的鸡蛋会比较好。即使别人说不会怎么样，来吃1口我们的履历，这个只有单纯的煎过，然后加一点点的盐巴，好吃。我现在大概知道基准在哪里。1号就是吃进去的香味、蛋味都是很一般的，好吃的蛋，没有我想象的那个很浓郁的蛋腥味。以我这一辈子吃过的蛋，它大概就是5分，正常蛋。OK， 我们来听，不是我们来听音乐，我们来吃听音乐的鸡生的蛋。它真的
的比较有味道哎，整个鸡蛋的味道都比前面那个再浓郁一点点。其实有一点点在吃红壳蛋的感觉，就是很浓郁、很紧密的那种蛋的感觉，好抽象哦。这一集我到底该怎么讲？我花的这坑也太大了吧！但我吃不出来这个鸡有没有比较快乐啊？如果1是5分的话，它可能也只有6分好了。再来是我们的粗卵蛋，粗卵蛋呢，它其实不是在吃它的味道，而是它的那个营养价值。我看一下啊。而且其实他也有听音乐啊，大武山是在挖一个大坑给我跳，是不是？就其实大家都一起在听音乐，他是有听音乐的粗卵蛋。比较不好吃，我觉得它大概只有4.5，因为它的腥味比较重，但它有一个很独特的腥味，在某一些料理的情况下是加分的。当它是单纯这样吃，其他的调味没有很足够的时候，那个蛋腥味就会变得是扣分的项目。第一次生蛋好快乐啊！然后就生出了一个比较有腥味的蛋。再来，我们吃 UP 机能蛋，然后他是说它的叶黄素含量很高，谁吃得出叶黄素是什么味道？它的腥味也很重，它有个土味，是叶黄素在搞鬼吗？这我给它4分，我觉得它比前面这个粗卵蛋还要吃起来更营养一点，就是营养的味道，营养的代价就可能会牺牲一点美味。再来就是我最期待的香槟蓉鸡蛋哦，香槟蓉鸡蛋可是米其林主厨指定，所以它应该要非常好吃吧？哦，它比刚刚评价比较高的那个还要浓，而且是鲜味的浓郁。它吃起来甚至已经有一点鸡肉的香味了，也就是你可以吃到也许2%的亲子冻的感觉。也许是它这个包装给了我一点心理作用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浓很多，而且还有一点点奶油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它是很温顺的包覆着这个蛋的味道，而不是说好像会有一些腥味这样砰砰砰冲出来。谢正武不错哦。这个的话，我给它7.5分。OK，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香槟蓉粗好蛋，其实应该是不会差在哪，因为但是刚刚的粗好蛋给我的感觉就是腥味比较重，不知道它是不是腥味也很重。它就是同时又有肉味又有腥味，但它的奶油味超级浓，很妙哎！我觉得很神奇，就是它竟然会有一个奶油的味道，因为奶油这个东西跟鸡蛋根本是超级远的东西，但是它竟然可以吃出一点奶油的香，而且我用的也不是奶油，我用沙拉油，我觉得它大概6分。我最后来更正一下前面的分数好了，我自己感觉第一个是5分的话，我觉得第二个现在有6.5分，其他照旧。好，我们的水煮蛋也来了。我一定要拍给你们看，我那里播的是什么鬼东西？一定是蛋太新鲜了啦！刚刚的煎蛋，因为有一点点盐巴去调味，所以我们吃到的是蛋黄蛋白跟盐巴调味过的，然后还有一些油的味道。但是现在这个水煮蛋哈，就是纯的它的味道，所以我们可以分开吃蛋黄跟蛋白的味道。首先是我们的第一位选手，天哪，这是播的我丑到我要哭了啊！这到底是什么？先吃蛋白，臭臭的，但水煮蛋本来就会臭臭的。这个的蛋白就是中规中矩，就蛋白味，然后腥味。然后我们来吃吃看它的蛋黄，浓、纯、腥，正常的蛋黄的味道，但是它的蛋黄里面带了一点点的甜味。我不知道这个甜味应该要解释成腥味还是甜味，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很奇妙的回甘的感觉。但是这个回甘的感觉呢，我觉得可能是有些人不喜欢的。履历蛋现在就是我们的基准，接下来我们听音乐蛋，听音乐蛋真的是超大颗哎。它的蛋白不腥哎，但是因为不腥，导致它的蛋白几乎没有味道。然后再吃蒸蛋的那个很淡的味道，来吃它的蛋黄哦。哦，有差，这个很浓，而且它那个蛋黄的那个浓郁的感觉有点尖锐，你知道吗？很像是你在吃，然后突然有一个战车，然后前面是电钻，然后这样滋冲进你嘴巴的那个尖锐。这样解释有人听得懂吗？这个呢，真的是一颗就会饱，因为它真的超大颗的。那我觉得分数的话呢，第二个我会给它7分。再来是我们的粗卵蛋，粗卵蛋真的是小很多哎。几乎没什么味道，是因为听音乐的关系吗？这2个蛋白几乎都没什么腥味。这种蛋就是作为甜点的话，就很好发挥，因为它可以消掉很多不好的味道在里面。来吃吃看蛋黄，
来了，电钻来了啊，好烧！在音乐中第一次产卵的鸡好烧啊，它不是很香的那个味道，很可怕。我竟然用可怕的这个字。它是吃到一半突然出现的哦，但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爱，我自己不讨厌，但是我没有蛋黄蛋白这样子分很开吃过，这样子分开吃，这个蛋黄的味道浓到，我觉得我有可能吃剩下的都没什么味道了，它的味道真的好浓，它的蛋黄就是一拳过来，吓死人，我给它4.5，因为我觉得大众应该不会爱。哦，好饱。好，下一位，再来是机能蛋。刚刚在煎蛋的环节，我给它最低分，不知道这个会怎么样？我觉得一定会超腥，我现在有点害怕。来吧。哦，好臭！哇，我觉得它多了一个味道，就是我刚刚吃煎蛋的时候的那个土味，我没有想到它是集中在蛋白。啊，讲太快了，我先吃蛋黄啊，心里有点忐忑。哇，烧货啊它！营养满分真的是有代价。良药苦口有没有听过？但它的尾韵是好的味道，中间的味道有点可怕，但是现在尾韵的这个蛋黄的味道有救回来一点点。水煮蛋的部分，我就是给它3.5。我不喜欢那个土味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会喜欢，但是我是不喜欢，我觉得有点太腥了啊。我们来吃香槟茸鲜蛋啊，试试看。啊，土味还在，这个就没有什么腥味啊，它就是有一个肉味，很妙。蛋白只要没有腥味，就几乎都没有味道，因为其实蛋白它的味道主要就是来自于那个蛋骚味儿、蛋腥味儿，但是这个我觉得它多了一个甜甜的尾韵，奶油味。来吃吃看蛋黄。我现在对单吃蛋黄开始有一点点阴影了，因为刚刚都是那种很冲击，突然冲上来的一个味道。啊，好浓，好浓，但是好好吃哦！它跟第二个很像，我真的觉得听音乐的跟香槟茸是最值得购买的2款。它没有臭味，没有腥味，味道非常的浓郁。然后香槟茸会多了一个奶味或者是一个肉味，就是那个生物的味道。它就是一个很浓郁的味道，突然这样子出现，然后再慢慢的离开。我觉得我可能是有点被它洗脑，我看着它就会一直想要说它好话。这2个放在隔壁吃，那个差距是超明显的。最后一个为艺术牺牲了，小烧，就是出生的蛋都会比较腥一点点，跟前者比有一点点。蛋黄，它蛋黄就没有那么浓了。也是有一点点奶味，这个我就给6分。我可能接下来几天会暂时不爱吃蛋，这些蛋我都会拿去分送给工作室的各位。好，以上就是水煮蛋的分数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那最后我总结一下，综合以上全部试吃的结果呢，我自己会给香槟茸鲜蛋第1名。哒哒哒哒，会给它第1名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蛋的个头蛮大的，虽然不是这里面最大的，然后再加上它的蛋黄的味道浓郁而且很温和，蛋腥味几乎没有，它又额外多了一些奶味跟肉类的蛋白质的味道在里面。我觉得它做一些咸的料理会非常好吃，我觉得它很厉害，不错哦，谢正武。然后再来我的第2名绝对会是我们的听音乐的冷藏鲜蛋。当然第一个就是它一颗超级大，你平常要加2颗蛋的那些面啊，或者是炒饭什么东西，它就加1颗就够了，1颗抵2颗，味道也是非常的好。只是比起刚刚的第1名呢，就没有那么好。然后再来第3名，第3名很难选哦，因为其他的对我来说都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太好或是太坏。但是如果要给第3名呢，就是这个履历的鸡蛋，因为它最安全，而且最多颗。第1名只有8颗，第2名只有6颗，但是它有10颗，而且它的味道跟它的大小跟一切全部综合起来，我觉得它就是老老实实的一盒鸡蛋。然后对我来说，好像出生的鸡蛋都会多一个小腥味，以爱吃蛋的人来说无伤大雅，但是我觉得不爱吃蛋的人，可能他们讨厌的就是这个味道。出生的这个蛋呢，可以买，因为它的营养价值的确是比较高。然后为什么这个我会给它最后1名呢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我给它最后1名就是因为我是个肤浅的人，我就是觉得不好吃，我就是不会买。但是如果你是需要补充很多营养的情况的话，我觉得它会是很好的选择，因为他说的。以上就是我们6种蛋的评测。如果你喜欢
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喜欢。想继续看，可以按订阅哦。想看我评测什么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其实我本来这一集是想要做最贵的蛋跟最便宜的蛋的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吃出它们的差别，好像更屌逼，但是好多哦。而且我今天吃的竟然全部都是白壳蛋，但我个人是喜欢红壳蛋的哦。大武山有没有红壳蛋的？